大家好，我是 Tiny。这节课给大家讲解这个镜头的制作。我们先观察一下，它羽毛是有一个往上，然后旋转的一个动画。我们先制作4片不同的羽毛，看一下，4片，这里有4片不同的羽毛。然后制作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这节课讲的方法。然后我在网上找了4片这样的羽毛。我们制作完毕之后，将这4片羽毛合并到世界中心，它对齐到 Z 轴的根部对齐到世界中心，有这样处理。然后我们的目的是让这4片羽毛克隆到这个点上，这个圆柱形的点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圆柱形使用 I offset scatter 撒点，在内部撒点。我们把这个放大看一下。撒完点之后，使用这个 attribute randomize 对这个 n 属性做一个随机化处理，让它有一个方向上的随机。然后使用 attribute from pieces 将这个4片羽毛先在左边做一个 connectivity 到一个 class 属性，就是每一片羽毛它有一个独有的一个 class 属性，是0到3的一个值。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attribute from pieces 读取到这个 class 值，填入到这儿，它就会在这个点上赋予这些点不同的 class 值，然后做一个 p scale 的一个随机调整， 0.67 到1。然后这里使用到一个 relax point relax， 就是让点松散一下。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实际上是这样的嘛，然后为了避免模拟穿插，所以我们初始要让这个羽毛分散一些，所以这使用到这样一个节点。注意勾选这个在 3D 空间，然后这个地方也要勾选 class 值，所以它就会根据0到3的 class 值随机的赋予到这些点上，这样羽毛也就克隆到这些点上了。将这些羽毛克隆完之后，我们需要将这些羽毛变成可以模拟的面片，所以使用到 feather resample。我们变成背景变黑，看得清楚一点。然后 feather surface 变成面片，这个节点也就是让羽毛的本身的这个数量变少，这样它的采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密集。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把这属性传递了过来，这个后面我们做渲染的时候会用到。这些其实都是我在上一节课讲过的内容，就是怎样让羽毛动起来。在模拟之前需要给一个 fuse， 因为它通过识别这个主轴跟羽毛的这个surface 的时候，它们俩是分开的，所以 fuse 之后让这一块连接起来，不然模拟的话会出问题。然后使用一个 volume close， 注意调整一下它的一个damping ratio， 这个值变大的话，它就不会那么，它的抖动性就会变差，就不会那么抖动。然后使用一个 volume solver， 给了3个子不帧，关闭重力。然后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需要得到一个羽毛向上运动，
并且在向上之后有一个旋转的动画。我们再看一下，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自己制作一个立场，向上并旋转。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结构，这是一个 pop advect by volumes， 引入了立场。pop wind 是给了一个噪波值，噪波的风力变化。我最终使用到的是这一个立场，看一下。你看，它有一个向上的运动，向上之后再越往上，它就旋转的力度越大。然后这个立场怎么做呢？我们操作一下。我们首先是要确认好这个立场的区域范围，这个是原始的一个圆柱区域范围，然后得到一个 bounding box。同时，这个 bounding box 这一块让它的区域更加变大。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最后模拟的一个状况。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让这个立场的区域足够大，否则如果这个立场的区域变小的话，在立场之外的物体它就不受这个立场的影响，它就会在这个边缘徘徊。所以我们制作的时候要确认到这个首先镜头的这个大小。镜头框的大小，所以我们随这个立场的范围就确定好，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做了一个立场的扩大。然后我们简单制作一下，通过这边等等，刷新一下。我们首先要让它变成一个 volume 的话，这个地方选择 vector float， 名字叫 val， 连接 VDB activate， 选择 reference，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区域范围。然后使用 volume warp，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得到一根中心线，就是这个区域这个方框针的中心线来取舍立场。我们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我们注意观察，这个是中心线，位于世界中心。我们连接到这儿。我们最后输出的立场的名称还是叫 val， 选择 vector， 使用 PC open， 连接到第一个端口，然后第二个端口，然后 PC filter。这个采样的是，这个先不管了，这是应该是 band export val。我们为了这个地方采样的是原始的一个 P 的值，我们先看一下这端口1的 P 的值。我们为了观察这个立场，同样的我们撒点，
看一下这个撒点应该是把它变成 VDB 之后才能够在内部撒点 ，convert VDB， 使用 volume trail。这个连接立场不对，这个应该是连接点，这个连接立场，选择 val。我们加大这个搜索的面积，然后这个值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立场，我们需要首先我们得到一个向上的立场，得向上的立场的话，我们给予这个直线一个向上的矢量 n 0.1.0，我们连接到第二个端口，采样这个直线的属性 n。我们再观察一下，你看，我们增加一下它的这个采样的曲线，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范围来调整这个立场影响的范围。它原始的大小是这个样子吗？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需要得到一个旋转的立场，对吧？旋转的立场的话，我们使用到的是，我们先得到一个吸引的立场，就是立场空间内的点朝着这个中心的曲线有一个矢量，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吸引的立场。它的方法是采样空间内的点减去这个中心直线上的点的位置。我们来操作一下。皮质不对，我们应该直接就是这个地方使用到 P 值，然后用一个 subtract 朝着中心，所以是直线上的点减去空间内的点。我们查看一下，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吸引的立场。同样的，也是通过调整这个范围来影响空间内的哪些区域受到这个吸引立场的影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制作一个旋转的立场。旋转的立场的话，就是通过得到的这个吸引立场与向上的这个立场做一个差乘，所以我们 cross 一下，它就会有一个旋转的立场，对吧？最后我们需要将这三个立场混合一下。mix， 这个是吸引立场、旋转立场，它这个时候既有吸引就有旋转。我们通过控制这个 bias 值来控制，我们结果是，我们再将这两个立场混合。
注意我们这个镜头的运动，它是最开始向上运动的时候，它的旋转力量是比较弱的，然后在顶部的时候旋转力量比较强。同样的，在底端的时候向上的力场比较强，在上面的时候，旋转的力场向上的力场比较弱。所以我们先对这个力场做一个映射，先来控制一下这个向上的力场。我们使用 Real Bounding Box， 控制的是 Y 轴。这个是向上的力场，相乘。我们观察一下，需要反向一下，一开始比较强，后面比较弱。这个是关掉。同时的话，我们使用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观察的方式。我们在这个取下来，只对这个底下这个片采样，同时将这个拖过来。我们观察一下，把这个点的数量变少，拉长这个采样点的距离。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力场的整体趋势。这个的话，因为是采样所有的点，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晰。你可以通过这个来观察，然后再去调整。你看，它这样的话就会更偏向于向上的力场，所以它就往上走。然后这个控制的是旋转力场跟吸引力场。当往这边走的时候，它就更吸引力场加强；往这个时候，旋转力场加强，对吧？当然，你最终的效果还是要通过去模拟。所以我复制一个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力场的效果。换成我们刚刚制作的力场，我们观察一下。大体的趋势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然后这个力场的强度肯定是还需要细调的。这个是我最终完成的一个效果，我们看一下。方法就是我刚刚制作力场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我最终制作好的这个力场是什么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差不多。它向上的力给的向上的这个力场给的比较强。你进去看一眼，然后给了一个旋转向内的吸引力场。这个是向上的力场。这个同样是做了一个映射，然后这个调整的 bias 值也是稍微做了一些区别。这个地方相乘了一下，加强了它的向上力场的力度，以及它一个旋转力场的力度。
当然了，我其实最开始用的也不是这个方法。通过来看，我最开始用的是这个方法，就是使用的是 near point 的方式去采样，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只不过它的相对于操控性来说，就是它的使用方法来说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方便。你们也可以到时候去研究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当时做了一个 volume blur， 将这个立场模糊了一下。使用到的也就是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到时候，当你得到这个模拟的效果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还好。当然，你们如果说模拟出这样的效果你很满意的话，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模拟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些羽毛的片贴得非常的紧，不够分散。不够分散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去调整这个立场。也就是在这个立场当中加一些噪波，场去来控制它的，你看这个地方加一点噪波场去控制它的位置。后来我发现这个，因为它毕竟是模拟嘛，操作起来的话比较慢。我们还可以通过后期的方式，也就是后期的话，给予每个面片一个 class 值，class 值也就意味着不同的面片，它有不同的一个固定的整数值。我们通过这个整数值进入 VOP， 读取它的这个 class 值，然后我们只需要对它的，假如我们只需要对它的上下位置做一个错开的话，我们就将这个 class 值引入，随机将这个0到1的随机给予一个-1到1的变化。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值增大或者缩小，只影响它的 y 轴，然后再赋予到它的 p 位置。你看，我们对比一下，你看它本身是这个样子。当我们使用到这个class 做后期的时候，关闭一下，它就有一个位置的变化。这个 turbulence 的话是让它的在空间内更加随机。我们也可以不用这个，它就只做了一个上下的变化。你看，是不是它就更加的散开了，对吧？如果我们将这个 turbulence 引入，它就有更不一样的变化。通过调整这个 frequency 来影响它的噪波的强度，也就是它空间内的距离。我觉得这个方法，它的应用性更好。你虽然可以使用模拟去达这个效果，但是它比较耽误时间。这里我使用到了我自己优化后的一个 file cache 节点。这file cache 节点呢，它就是通过一些全局变量的引用。你看这个 heap name 就是这个文件的名称 C02， 然后这个读取到的是这个上个层级，也就是 box 1，然后我们给予了一个 version， 这样我可以在同一个节点里面做几个版本。当然了，原始的也可以。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f 和$ff 的一个就是当你这个值发生 substeps 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它会做一个判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可以结合到 deadline 使用，就是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节点将它的缓存发送到 deadline。你看，比较实用。
所以同时我还做了4个预设，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 A 也就是它默认的一个 simulation frame range 的一个范围，也就是这个 single 这个 preset， 就是说它如果是单帧，这个 VDB 其实就是把后面这个模拟文件的一个后缀名改了一下，同样也是单帧跟那个序列帧，我就放在这儿。你们如果对我这个节点有兴趣的话，当你拿到这个 HDA 之后，你可以将这个保存为一个预设，就是在这个地方保存一个，放到这个位置，然后自己取一个名字。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之后，我们做一个变速，就是它一开始特别快，然后上来之后恢复到原速，就是你看一开始往上咻，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capture deform， 将它映射到原始的羽毛。注意这个 deformer 的模式是 surface。好 ，feather resample， 我们其实这个是通过后期那个渲染的效果去修改这个值。修改完之后，再让它转回为点线面，计算一个它的速度。这个速度我们用于渲染运动模糊使用。删除掉我们不需要的属性。其实这两个这些应该是都不需要的，这个也不需要。这个倒还好，可以看一下效果。然后我们得到之后，因为我们是在 Redshift 当中渲染，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羽毛之后，需要将它的粗细进行一下修改，分别设置为通过这个 split 分组，得到一个羽毛组跟主轴。然后这个是 Curve U 属性，通过这个 Curve U 属性，我们看一下，这 Curve U 是一个从根部到顶部的一个映射。我们通过这个 Curve U 的重新映射，将这个它的粗细变化值做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变成点线面之后，它的粗细就已经丢失了。你看，它其实原始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使用 Redshift 渲染，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做一下设置。这个应该是在我的上一节课渲染单片羽毛里面都讲到了。然后转换为 Lerps curve， 然后这边的话，同样的，这边是将它变成实体，然后我们根据后期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再去做速度调整，增加或者减少，包括这个粗细的宽度调整。这就是一个运动动画。然后我们看一下渲染。渲染的话，我们先灯光的话给了一个 HDR， 看一下 HDR， 然后给了一个灯光是将背景打亮，然后羽毛给了一个背光，这个是背景光，这是背景光，这个是羽毛的一个背光，给一个比较弱的背光，因为它是使用的 hair 其实偏有点 3S 材质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需要给一点背光，让它比较透。然后给了一个主光，调整了一下它的 spread，
同样给了一点底光。注意我们使用到了它的运动模糊，所以需要勾选这个值，包括主轴也是。材质的话，其实就跟之前的我们的材质是一样的。通过这个 AA 属性值做了一个颜色的映射，然后这个 internal reflection 就是你这个值给的越高的话，它的反射就越强。然后 diffuse 值这个值越高的话，它继承这个颜色就会更多，你看，是吧？transmission 就是一个透明值，可以理解为你这个值给的越高，这个羽毛就越透。同样的主轴的话，就给了一个简单的3S 值，这个 weight 值不用太高，颜色继承到羽毛的这个颜色，同样是 AA 属性的映射。这个背景的话，也就是使用到的一个 bridge 里面的一个材质，比较简单，只使用到了它的 normal， 应该说是这个吧，这些我都没用到，给了调整一下它的 roughness， 然后帮 map 发线。注意我们在渲染的时候，是这个地方是开启了它的 deformation blur， 也就是读取到它的运动模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能看到它的运动模糊。你如果觉得这个运动模糊太强了，可以直接就在这个地方去降低它的值就可以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谢谢。